總說發國債是拿未來的錢填現在的窟窿。2026年4月24日落地的1.3萬億超長期特別國債，不僅不是寅吃卯糧，反而藏着普通人能直接復用的穿越經濟周期的底層邏輯，比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的2700億特別國債更有前瞻性，比2008年的4萬億投資格局更長遠，甚至直接關係到14億人每個人的錢袋子。很多人聽到發國債3個字，第一反應就是又要放水了，這不就是跟美國一樣透支全民未來嗎？甚至還有人說，與其搞這麼複雜的投資，不如直接把錢發給老百姓花更實在。可你有沒有靜下心來想過，同樣是花未來的錢，為什麼有的國家越花越窮，通脹飆到幾10年新高，老百姓手裡的錢越來越不值錢？有的國家卻能靠發債實現彎道超車，在全球競爭裡搶到更大的話語權，老百姓的日子反而越過越穩。這中間差的根本不是發債本身，而是借來的錢到底花在了哪裡。這也是很多人這輩子都搞不懂的財富生死線，搞懂了能少走10年彎路，搞不懂可能一輩子都在賺快錢快賠錢的循環裡打轉。你以為所有花未來的錢都是寅吃卯糧？錯了，核心要分清你花的錢到底是消費還是投資。消費是錢花出去，當下爽了就沒了，除了要還的債務啥都留不下。就像2020年疫情期間美國開啟瘋狂 QE 模式，直接給老百姓發錢，大家拿到手隨便買奢侈品下館子，買沒用的炒碗。短期看着消費市场热熱鬧鬧，好像經濟一下子就活了，可等錢花完了，什麼能生錢的資產都沒留下，最後通脹一路飆升，債務堆得比山高，所有透支的窟窿全得全體美國人用未來的稅收一點點填，這才是真的透支未來。投資則是錢花出去，當下看似沒立刻回本，甚至短期內看不到任何收益，卻能換成未來持續給你生錢的資產，能讓你未來的賺錢能力越來越強，這才是真正能扛過周期、穿越低谷的底氣。咱們這次的1.3萬億超長期特別國債，一分錢都沒用，來撒錢搞消費，全精準砸在了能產生長期收益的投資上，每一筆都是在給中國的未來幾十年鋪底子。最核心的8000億元，全砸向了決定中國未來幾十年國運的長期戰略性投資，覆蓋上千個重大項目。從兩重建設、國家重大戰略實施到重點領域安全能力建設，全是超前布局的硬核投資。聽起來宏觀，其實和每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投給高標準農田的錢，能在全球糧價波動的時候穩定國內糧食產量，你去菜市場買菜的價格就能穩得住，不會出現菜比肉貴的情況，直接關係到你每天的飯錢。投給城市地下管網的錢，能減少城市內澇的發生，以後下大暴雨，你不用再擔心下班回家趟水，停在路邊的車也不會被水泡。投給三北工程的錢，能讓北方的沙塵暴一年比一年少，你春天出門不用天天戴口罩，家裡開窗通風也不會落一層灰。更不用說投給人工智能、新能源產業鏈、高端製造和卡脖子技術研發的錢。一旦我們突破了芯片、高端機床這些被國外卡脖子的技術，以後咱們買手機、買高端設備的價格都會降下來，企業也不用再看國外的臉色。這些產業發展起來之後，年輕人不用再擠破頭考公進體制，進這些高新產業就能拿到不錯的收入，甚至能跟着產業紅利實現階層躍升。可能有人會覺得這些項目短期看不到收益是浪費錢，可想想幾十年前我們舉國之力投新能源的時候，多少人反對，多少專家質疑，說投進去的錢年年虧損，10幾年看不到回報。可我們堅持下來了，現在中國的光伏、風電、新能源全產業鏈全球領先，不僅每年給我們賺回源源不斷的外匯，還徹底擺脫了對石油的依賴，掌握了未來能源的話語權。真正的投資從來不是今天投明天就要摘果子的短線博弈，而是用長期耐心換未來的爆發。接下來的2000億元是用來槓桿撬動經濟循環的有效投資，專門支持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這和美國那種直接發錢讓你無腦消費有本質區別，是用補貼當槓桿，4兩撥千斤，用小錢撬動整個經濟大循環。就像你家裡用了10幾年的舊空調，耗電高噪音，大早就想換，一看3000多的價格就想着再湊合用，現在政府給你補500塊錢，相當於新空調直接打了8折多，你是不是就願意掏錢換了？你買了這台空調，家電商家就多了一筆訂單，工廠的流水線就多了一份活，流水線上的工人就能拿到全額工資甚至績效獎金。工人拿到工資之後，敢給孩子報之前捨不得的興趣班，敢周末帶家人下館子吃飯，敢給自己買件新衣服，這一連串的消費就起來了，整個經濟的內循環就通了。只用了2000億的補貼，就能撬動數萬億的投資和消費，帶動的是整個產業鏈的運轉，是就業的穩定，是經濟的復甦，和美國那種直接撒錢的消費邏輯完全是天壤之別。剩下的3000億元是築牢穿越周期的安全底線，專門用來補充國有大型商業銀行的核心資本金。很多人聽到這又懵了，給銀行補錢和我們普通人有啥關係？關係大了去了。一方面，銀行的資本金充足了，才能扛住未來可能到來的全球金融衝擊。不管外面的金融市場怎麼晃，
咱們存在銀行裡的錢才安全，才能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你不用擔心自己存的血汗錢出問題。另一方面，銀行有了穩定的資本金，才能給實體經濟放更多的低息貸款。開小超市的老闆能貸到錢進貨，開加工廠的能貸到錢升級設備，創業的年輕人能拿到更低成本的啟動資金。企業有錢了就能多雇人，大家的工作才更穩，工資才有上漲的空間。這等於是給整個逆周期布局築了一道牢不可破的安全防火牆，守的就是咱們普通人的飯碗和錢袋子。這次的國債還打破了很多人的固有認知，發行期限拉到了30年甚至50年。很多人疑惑，借10年、20年不行嗎？非要拉這麼久？這裡藏着一個讓無數企業甚至無數普通人崩盤的根源，叫短債長投。就是你投的項目要10年、20年才能慢慢看到回報，可你借的錢3年、5年就要還，項目還沒盈利，還款期限先到了，趕上大環境不好，你根本借不到新錢還舊錢，資金鏈一斷，項目只能直接崩盤。前幾年很多房地產企業暴雷，本質就是短債長投，借1年期的錢去蓋要3年才能賣的房子。行情好的時候能借新還舊續上，行情一不好，没人願意借錢了，直接資金鏈斷裂，房子爛尾，業主遭殃。咱們普通人其實也經常犯這個錯，比如你想學個編程技能，要學個2-3年才能學成跳槽漲工資，結果你借的是高息網貸，半年就要還，你還沒學完呢，催債的就上門了，你只能輟學去打工還錢，之前投入的時間、金錢全打了水漂。還有前幾年很多人跟風炒幣、炒鞋，借消費貸去賺快錢，想着幾個月就能翻倍回本，結果行情一跌，貸款到期，不僅錢沒賺到，還欠了一屁股債。本質也是短債長投的思維，把短期的錢投到了高風險、長周期的投機裡，最後只能崩盤。咱們這次布局的這些事關國家未來的重大戰略項目，不管是科技創新還是產業升級，全是長周期、大投入的項目，前期基本上很難盈利，甚至要持續投入10幾年，可一旦突破，就是幾十年的紅利。要是用短期的錢去投，永遠逃不開項目還沒盈利，錢就要還了的死局，永遠做不出真正的長期戰略性突破。而30年期、50年期的超長國債，就是用和項目回報周期完全匹配的長線資金去做長期投資，徹底解決了短債長投的致命風險，這才是真正的長遠格局。現在網上關於這次國債的討論裡，最常見的誤區就是把所有發債都等同於透支未來，本質是混淆了消費和投資的核心邊界。很多人覺得花未來的錢就是寅吃卯糧，卻沒意識到，如果花的錢能換成未來持續生錢的資產，反而能讓未來的日子越過越穩。就像你借錢交學費學技能，畢業之後工資翻倍，這肯定不是透支，而是對自己的投資。只有把錢花在只能帶來短期快感的消費上，最後什麼資產都沒留下，那才是真的透支。還有一個非常普遍的真實現狀，不管是企業還是普通人，都習慣用短期思維做長期決策。順境的時候賺了點快錢，就無節制的揮霍，幾百幾千塊隨手就花，買一堆沒用的奢侈品，辦一堆從來不去的健身卡，錢花出去了，半分成長都沒有。等逆境一來，直接窮得叮當響，不僅要砍消費，連對未来有益的投入也拿不出錢，只能被動陷入越窮越忙、越忙越窮的死循環，甚至為了快速還債去借高息貸款，陷入更深的債務陷阱。還有一個很多人都沒意識到的潛在問題，就是大家總在等風口、追紅利，總感慨自己生不逢時，沒趕上98年的下海潮，沒趕上08年的房產紅利，沒趕上15年的互聯網風口，卻看不到中國每一次特別國債出手，都是踩在時代的關鍵節點上。每次都改寫了後續10幾年的經濟走向和財富分配邏輯。98年的2700億特別國債砸向基建，後面10幾年的基建紅利、地產紅利隨之而來。趕下海、趕買房的人都吃到了紅利。08年的4萬億投資完善了全國的產業鏈和基礎設施，後面的電商、移動互聯網、新能源產業才有了生長的土壤。敢踏入這些行業的人都實現了階層躍升。很多人一邊抱怨沒有紅利，一邊卻不願意提前做任何長期投入。等風口真的來了，根本沒有能力接住，只能看着機會從眼前溜走。其實國家這套逆周期調節的邏輯根本不是什麼高高在上的宏觀政策，咱們普通人完全可以直接拿來用在自己的人生裡。你看全網都在跟你講周期，教你在風口裡抓機遇，卻沒有人告訴你，不管是宏觀經濟還是人生，從來都是有高峰就有低谷，有順境就有逆境。真正決定你人生上限的，從來不是順境裡能賺多少錢，而是逆境裡能不能扛住低谷，完成逆勢布局。抓住風口確實能讓你風光一時，但只有能穿越周期的能力，才能讓你穩贏一時。核心觀點非常明確，靠逆周期布局和長期主義穿越周期，才是普通人對抗經濟波動、跳出越忙越窮死循環的最穩路徑。第一個支撐的分觀點是，你永遠要分清消費和投資的區別。消費是花出去就沒了，
只滿足當下的慾望。投資是現在花出去，未來能給你帶來持續的增值和收益。人生低谷的時候，千萬別砍掉讓你成長的投資，比如學個新技能，考個有用的證書，這些錢千萬別省，這些投入未來都會變成你賺錢的能力，幫你拿到更高的收入。人生高峰的時候，也別沉迷於只會消耗你的無效消費，比如為了撐面子買超出自己能力的奢侈品，為了跟風買一堆沒用的網紅產品，這些錢花了，除了短暫的快感，啥也留不下，反而會讓你在逆境到來的時候沒有足夠的緩衝。第二個支撐的分觀點是，真正的讓你穿越周期的，永遠是長期主義的布局。別指望今天投，明天就有果子吃。你不能說學了1個月剪輯，沒接到單就覺得沒用放棄了，也不能說投了點錢學技能，3個月沒漲工資就覺得虧了。你看那些在行業裡做到頂尖的人，從來不是靠追風口追出來的，都是在一個領域深耕了5年10年。等行業風口來的時候，他們早就做好了準備，直接接住了紅利。而那些天天追風口的人，永遠只能喝到點湯，甚至一不小心就掉坑裡。就像國家投新能源，投了10幾年才迎來爆發。你給自己的投資也要有足夠的耐心。人生所有的高光都來自於低谷時日復一日的深耕。你今天在低谷裡埋下的種子，終會在未來的順境裡開花結果。穿越周期從來不是國家一個人的事，而是我們每個人的修行。經濟有周期，人生有起落。真正的高手從來不是只在順境裡能乘風而起，更是在逆境中守住根本。逆勢布局，豐年擊鼓，荒年不慌。天下人最缺的從來不是豐年的揮霍資本，而是荒年能開倉放糧的底氣。這份底氣永遠是你自己用一筆一筆對自己的長期投資慢慢積累出來的。